这是一个人类情感和犯罪指标全部交由系统判定的世界，即使你没有做错什么，只要犯罪系数超标，就会遭到警察的逮捕。新人警察常守珠在入职第一天就遇上一个大案，中年男人在大仓街头扫描仪做色相检查的时候发现了问题，对方的潜在犯罪指数达到了120，预计会有很强的攻击性和偏执妄想。安保机器人提出了治疗请求，但却被他拒绝并逃跑了。色相都浑浊成这样了，仍旧没有接受治疗，很可能使用了违禁药物。这一下不用等西比拉判断就知道他绝对是潜在犯。大仓挟持了一名女性人质逃入废弃街区，这里因为早就被废弃而没有安装转发器，所以无人机无法进入。虽说是无人区，但其实早就成了流浪汉的聚集地。上司伊野扔给阿朱一件警服，随后护送车赶到现场。伊野提醒阿朱，一会儿见到的人不要把他们当作普通人类，那些人全都超出了心理测量规定的犯罪系数，都是些人格不健全的人，按规定应该作为潜在犯隔离，而他们唯一被允许的社会活动就是驱逐那些跟他们一样的罪犯。他们是为了狩猎而存在的野兽，也就是阿朱作为监察官要管辖的部下。这次的任务由2名监察官带领4名执行官分2个小队执行。伊野带走了黄毛秀星和漂亮姐姐弥生，让剩下2姐妹跟着阿朱。护送车分发配枪支配者。阿朱第一次执行任务，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。被称作老爹的大叔让他别紧张，只要知道怎么使用支配者就行。这把枪可以读取目标对象的心理测量值，只有对方是潜在犯的时候，保险才会解除。支配者怎么说他就怎么做。基础模式只有麻醉功能，就算击中了也只是不能动而已，然后把人逮捕就完事了。阿朱一拿起枪，认证通过之后，支配者系统立即启动，但阿朱还是有点懵。任务简报、作战会议什么的都不需要吗？直接莽就完事了。黑发男神也表示没有那种东西，他们负责狩猎，阿朱负责监视，仅此而已。他们有他们的做法，阿朱只需要承担起责任。如果对他的做法不满，就拿起枪对他射击。执行者和捕获对象一样都是潜在犯，支配者会自己启动。与此同时，废旧街区捕获对象大仓正躲在一处废弃房屋里，对绑来的女性施暴。他比谁都认真努力，活到了今天，不惹任何人生气，不给任何人添麻烦，兢兢业业、提心吊胆的活着，却仅仅因为一次扫描没有通过就被当成罪犯。反正他都已经完蛋了，还不如放纵自己做真正的罪犯。阿朱跟着老爹志进入已经废弃的街区，在搜查过程中，阿朱似乎注意到了什么，紧张的把枪对准了街边醉倒的流浪汉。对方的犯罪系数低于60，不是他要找的对象。阿朱又偷偷的把枪对准了老爹，对方的犯罪系数超过120，是可以执行的对象。支配着保险自动解除，阿朱赶紧挪开枪口。老爹看上去和普通人没什么两样，居然真的是潜在犯。老爹听过阿朱的传闻，训练所第1名的高材生，不过他让阿朱把在学校里学到的东西都扔了，这里根本派不上用场。这是一个荒谬的世界，人类的想法、需求，甚至是人心都能靠机器判断。即便如此，憎恨、欺骗、想要伤害别人的人还是那么多。阿朱学到的纸上谈兵理论到底有多无用，他马上就会知道。很快，秀星在搜查中发现了大仓藏身的地点，因为他正在对人质施暴，秀星来不及等待队友，决定先行动。支配者对准大仓，对方的犯罪系数已经达到了190，秀星一枪射出，但出乎预料的是，大仓并没有被放倒，对方磕了兴奋剂，麻醉枪根本不起作用，结果却适得其反的打草惊蛇。大仓掏出刀子挟持人质，他的犯罪系数再一次上升。支配者根据对方的威胁程度做出判定，迅速开启终极清除模式。大仓惊恐地瞪大了眼，撞碎窗户，仓皇逃走。他因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已经被希拉比系统判为了死刑，已经是世界上不需要的人了。像我这种天天上班怨气比鬼还重的人，估计一落地就得被当场枪毙。大仓知道自己已经完蛋了，而被他挟持过的女人经过这一番折磨后，犯罪系数已经超过了100，一旦被抓住就会面临一辈子无休止的拷问。犯罪系数是会传染的，年轻人经受不住压力，容易受到暴力冲动和偏执妄想的影响，从而造成精神污染。老爹和阿朱发现了大仓的行踪，两人急忙追上去将人包围。大仓却以人质要挟让他们交出配枪，但支配者不通过认证是无法启动的。大仓得意的拿起枪，却发现根本无法扣动扳机。而就在此时，早就埋伏在一旁的慎也一枪射出，大仓瞬间炸成一地血浆。阿朱想要安抚受到极大惊吓的女人，却没想到老爹已经把枪对准了对方。在女人惊恐的目光中，他的犯罪系数显示为160。阿朱死死抱住老爹不让他动手，他无法认同对无辜之人开枪的做法。那个人是保护对象，不能被这么粗暴的对待。但就算阿朱有心要保护他，这条街的系统已经判定他具有威胁性了。慎也跟着逃跑的女人来到仓库，发现对方把自己埋在了汽油桶里，手上握着打火机威胁慎也不要过来。慎也丝毫不为所动。阿朱追上来让他停手，偏偏就在这个时候，女人的威胁判定更新，确认为终极清除对象。慎也不知道对阿朱说了什么，毫不迟疑就要扣动扳机。阿朱大喊着住手，一枪把慎也击倒在地。在他的安抚下，女人渐渐平静下来，扔掉了打火机。而就在这时，支配者启动的声音再次响起，一枪将女人麻醉。第一天出任务就搞得一塌糊涂，阿朱的心情很沮丧。而倒霉的慎也在见到新任上司的第一天就被一枪崩进了医院。这个世界的科技极为发达，一睁眼就有虚拟管家为他播报行程，房间的风格可以随
衣布置每天都不重样，想吃什么机器都能制作出来，甚至连换衣服都可以一键搞定，简直不要太方便。阿朱约了好友见面，向他诉说自己的苦恼，但即便他烦恼的一整晚都没睡，心理色相仍旧非常清晰，而且还几乎不做情绪护理，心理健康的让人嫉妒。阿朱想了想，可能是因为自己太迟钝了吧。经过昨晚的事，他觉得自己可能并不适合公安的工作。此话一出，好友多觉得他在凡尔赛。阿朱可是在最终测试里拿到700分的优等生，毕业的时候有很多职业任他挑选，是他自己选择的入职公安。好友安慰他不用烦恼，不仅是系统给出的事情评价，他们都觉得阿朱适合公安。阿朱换好职业装来到综合分析室，正好和出门的弥生碰了个正着。分析官唐之多恩是个非常性感的金发美女。阿朱来这里是打听盛野的情况的，大姐姐怨气有点重。她虽然也是潜在犯，但是把健康管理的活儿都要交给分析师来做，是不是太过分了？知恩调出了盛野的现状，阿朱那一枪正中他的脊柱，虽然不致伤，但也躺在床上无法行动。见阿朱愧疚，知恩表示可以让他去探望，不过阿朱拒绝了，知恩让他明天再来。盛野今天静养1天就不会留下后遗症。阿朱回到办公室写任务报告，秀星跟弥生当着上司的面光明正大的摸鱼。阿朱的图形输入版出了故障，问两人还有没有多余的，秀星让他去找盛野借，被弥生打了一板子。弥生把自己的借给了阿朱。迟到的老爹前脚刚刚踏进办公室，区域压力上升警报就响了起来。商业界内检测到超过规定值的心理测量值，要求当值检察官和执行官前往现场处理。于是倒霉的阿朱上次结案报告还没写完，还得去继续执行任务。商业界的进口警报一响，无人机就开始监视了，不过并没有发现，也就是说让区域压力升高的犯人还在商业界内。虽然为了以防万一带了支配者，不过老爹安慰阿朱不会到掏枪的地步。两人为了不引人注目，穿着全息玩偶来到街上。很快老爹连扫描仪都没用，就发现了这次需要逮捕的目标，跑过去要求对方做心理测量。男人明显做贼心虚，想要逃走，被老爹3下5除2摁倒。再一查，果然对方的犯罪数值已经过百，需要进行紧急治疗。阿朱还什么都没做，任务就已经结束了。老爹能不靠仪器识别出潜在犯，犯罪也好，约束犯罪也好，都需要跟犯罪相关的才能，所以像他这样的人，犯罪系数达到了不得了的程度。阿朱有些愧疚，他什么忙都没帮上。老爹挠挠头，检察官的任务就是把执行官带到现场，并对其进行密切监视，不给世人造成麻烦就好了。意思也就是他什么都不用插手。秀星找到阿朱一起吃晚饭，虽然他今天不值班，但是他们执行官除了刑事科的楼层和宿舍有无处可去。秀星问阿朱为什么要来当检察官，之前说过阿朱非常优秀，他在13个省厅和6家公司都得到了 A 判定，选择任何职位都不是问题。但是在500多个学生中，只有他一人得到了公安的 A 级判定，所以他想这里应该只有他才能做的工作，能找到他真正的人生。但是现在看来，他的想法是不是错了？秀星羡慕阿朱还能为如何选择自己的人生而苦恼。希拉比读取个人才能，指点人们最幸福的生活方式，他还从没有遇到过为人生而苦恼的人。秀星从5岁接触心理测量被排斥以来，就一直是潜在犯，通过治疗重新做人的机会为零。他不愿意一辈子待在隔离设施里，于是成为了公安的猎犬，因为他这一生也就这样了。秀星非常认真的再问了阿朱一遍，他为什么要来当监视官。阿朱去找了盛野向他道歉，盛野并没有生气，因为这是阿朱做出的判断。他做了好长时间的执行官，毫不犹豫，毫不疑惑，这份本能已经深入骨髓了。他听从支配者的命令击杀潜在犯，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这个社会。一旦接受了这种理由，他就不知不觉地忘记了思考。说来也可笑，明明刑事不是除掉人的工作，而是保护人的工作。阿朱通过判断知道了何为正确，比起任务优先考虑了正义。盛野也觉得在这样的上司手下工作，或许他能不再作为猎犬，而是作为刑事来工作。自己的行为终于得到了认可，阿朱感动地哭了出来。他认为当时如果有时间冷静思考，盛野也不会对那个女人开枪的。盛野也不知道，因为他没有犹豫，一旦犹豫就会死掉，而他还有没有做完的事，绝对不能死掉。事后阿朱去找了一野，认为自己当时的判断没有错，当时女人的犯罪系数上升只是暂时的，她受到保护之后治疗过程良好，心理测量值也在逐渐恢复正常。盛野对此没有异议，一野不再说些什么，阿朱心中的迷茫就此消散。